大家好，我是小沙，开始喽。本节目由台湾安全设备与服务产业协会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2集，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对于我们养鱼非常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过滤器。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养鱼会需要用到过滤器，甚至有人认为过滤器功能只有让水流动而已，或者也只是用海绵把鱼大便挡掉而已。那我们要先了解一件事，就是养鱼最好的方式就是还原水中生物它们的生活环境。在大自然里，虽然没有过滤器，但是水中的植物、土壤、沙石都会附着消化菌，而这些自然产生的消化菌会分解掉水中的排泄物以及有毒物质。而我们的过滤器中的滤材，就是要让我们的消化菌能够附着在我们的滤棉以及滤材上面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的把水过滤到真正的干净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市面上有哪些过滤器吧。水妖精算是最阳春的过滤器之一。它主要是靠打气机打空气的方式，将空气打入水妖精的气管，再靠空气的浮力把水往上带出。而鱼缸的水会先通过外层的海绵进入气管，再随空气一起被带出来，达到过滤的效果。因为水妖精的结构并没有很大，速度也不算快，所以能够维持有效过滤的缸子也不能太大。外挂过滤是非常常见的过滤器，基本上新手刚开始养鱼都会推荐你买外挂。它的价格便宜，安装方便，体积小又不占空间。它的过滤器是使用一片棉片，脏了一片换了就好。但是外挂过滤这样会衍生出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因为很多人养鱼的鱼缸都不大，所以都会选择最小的外挂过滤器做使用，怕滤材没有办法塞很多，所以有可能会导致今天如果一次买了很多鱼之后，系统负荷不了。第二，今天棉片吸附了很多脏东西，吸满了之后，水会直接掠过棉片，从棉片上方直接流回缸子，那等于根本没有过滤到。第三，每一个品牌的棉片大小都不一样，买错了会塞不进去，而这种耗材一般店家都不会给退换货。而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做改善，网络上有很多的改造外挂的方式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，大家可以去找找看。上部过滤算台湾人很多在养中大型鱼的时候在使用的过滤器，也算是台湾很普遍在使用的过滤器，从1尺到6尺都有。因为安装方便，能够放的滤材也不算少，只要一直不停的往上加就好。而这几年也开发出了类似底缸过滤的强迫过滤型上部过滤。不过上部过滤器还是有缺点的，就是重量，因为当你滤材一多，加上抽上去的水的重量，其实整体来说是还蛮重的。如果你是使用开放缸，可能你的过滤器会断掉；如果用铁刀缸或边条缸，久了可能会因为重量的关系，整个边条断掉。因为不是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所以大家在使用上部过滤的时候，记得不要叠太多，也不要叠太高。内置过滤器也算是小型的强迫过滤器之一。基本上它的每一层滤材都会被使用到，而且它体积不大，拿来养一些小型鱼都还是可以的。因为水流出力速度不大，同时具有过滤的效果，而这种过滤器也被拿来当作乌龟或一些水生爬虫类做使用。而近几年也开发出了可以增加滤材的内置过滤器，甚至还有含 UV 杀菌功能。但相对的，因为加了这些功能，所以它的单价其实也还蛮高的。圆筒过滤是相对比较大型一点的过滤器。要考虑到除了你本身的缸子之外，还有没有空间可以摆放一台过滤器。它的好处是进出水的位置可以依照不同的需求做调整，而它的内部是有一层一层的提篮去分类不同的滤材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改变要摆放的量的多寡。要清洗圆筒的时候，只需要把水管的快拆拆下来，整个桶身拿去清洗就可以了。而它的过滤也是强迫过滤，每一层都会过滤到，比较不会有水流溢出的问题。缺点是它可能会有含氧量偏低的情况，流速慢，所以比较不适合拿来养海水鱼。背部过滤在上一集我有说过，背部过滤是我比较常用的过滤器，但它也不是没有缺点，
因为空间压缩限制的关系，它在清理过滤槽上稍微比较麻烦，不可能每一个细节都清理得很好。如果说是要拿来养淡水鱼的话，背部过滤缸可以说是非常的够用。但如果说要养海水缸，很够用，但是不太可能设置太多的其他器材，比如说藻缸或者是增加盖反之类的大型器材。底部过滤缸算是过滤器里面能塞最多的过滤器了，通常大部分养海水缸最后都有可能考虑买底部过滤，因为稳定性比较高，能够放的滤材比较多，能够增加的器材也多，比如说蛋白机、痘痘机、盖反、化除器、滴定等等，这些都是。那如果想要养龙鱼使用大型鱼缸的话，底部过滤缸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选择。另外，底部过滤缸的底缸是可以另外再设计的，你每一格想要放什么，想要多大，想要多深，都可以另外再讨论。提醒一下，上部过滤缸、背部过滤缸、底部过滤缸是需要另外再添购羊水或沉水马达的。过滤器说完了，那我们来讲讲滤材吧。滤材我们分为3大类，有物理、生物跟化学。物理过滤也就是我们大家最常看到的白棉或羊毛绒，放在我们过滤器净水最前端的过滤棉，主要是拿来阻挡大型的排泄物、垃圾、腐叶、残饵等等这些东西。生物过滤这一层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消化菌会待的地方。我们常用的生物滤材包含了生化棉、生化球、培菌株、陶瓷环、珊瑚骨等等，这些都属于生物过滤。而除了生化棉培养消化菌之外，它同时也兼具着可以过滤一些比较细的杂质的部分。生物球可以提高含氧量，同时也兼具了消音的功能。而珊瑚骨因为能够持续释放的碳酸钙，同时也可以稳定海水缸中的 pH 值。化学过滤举凡活性炭、酰胺石、NP 豆豆、废石，这些都属于化学过滤的一部分。我们需要去注意一点，化学过滤的滤材在吸饱吸满之后，可能会产生异味或者是发黄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更换滤材的时候了。另外，活性炭在使用前请记得清洗过，因为还未使用的活性炭可能的碳粉会太多，如果没有洗掉的话，你的鱼缸可能会变成墨汁哦。最后，在挑选过滤器或者使用过滤器的马达的时候，该怎么选择呢？首先，我们先看看马达或过滤的盒装，它们上面一定会有写2个项目，一个是流量，一个是鱼缸建议的水量。首先，我们先测量一下你鱼缸的水量是多少。水量怎么算呢？体积总会算吧，长乘以宽乘以高，这个就是我们鱼缸的体积。比如说我的鱼缸长、宽、高是60、75、60，那我算出来的数量是27万。那我们拿这个体积再除以1000，就是你水的公升数，所以我的水量是270公升。再来，马达盒装上面会写它大约是多少的流量，比如说多少小时公升这样子的表达方式。那多大的流量会适合我的鱼缸呢？我个人建议是水量的6倍下去算会比较好，所以我大概算在1600左右的马达都是我可以用的马达。那至于要强要弱，就是看个人的选择了。好，今天就是这个样子，我跟大家介绍了过滤器跟马达。那下一期我会制造灯具，那我们下一期见喽，拜拜。